这个就是这边传说的 biang biang 面，把它和一下，看起来还是挺有食欲。先尝一块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手，今天带大家来看胡杨林。虽然来的不是季节，但是我终归还是来了。这个胡杨林啊，每年在10月份的时候是最美丽、最漂亮的时候，也作为额济纳旗的主要旅游项目。每年10月份这边降温，胡杨树的叶子就会变黄，变成金黄的。然后那么多胡杨树，整片胡杨林都是金灿灿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没有来看过的家人们，可以10月份过来一睹风采。我昨天从阿拉善左旗，沿着国道331一路走到额济纳旗。额济纳旗是属于阿拉善右旗，沿途多是荒漠，寸草不生，只有少量的梭梭草、梭梭林。这边的生态没有东边的好，但是到了额济纳旗周围，这边的生态又好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有胡杨林。胡杨林是少数、极少数能够在沙漠中赖以生存的一种植物。这种树寿命长、耐旱、耐朽，它可以保持水土湿润、防风固沙，对额济纳旗这一块的，对这个沙漠的生态立下汗马功劳。沙漠上是这样子，本来没什么植物，下的雨，水一流就跑了，它留不住水。土壤本身就没有肥沃的土壤，那层有肥的土壤全部被风沙吹跑了，有的就是裸露的石头跟那些沙子，所以草也好，植物也好，在那种地方很难生存，生根发芽都是个问题。然后又干旱，哪怕你长起来了，很久才下雨，或者说常年不下雨，那植物都会被干死。然后由此呢，我就想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坡也是这样子。听说在80、90年代，陕北的黄土高坡也是青山绿水，有山有水的。只不过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年代，农村的人多，生的小孩多，要吃的东西多，粮食不够。粮食不够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山上的树木砍了，大面积的砍伐山上的树木，然后去山上种玉米、种土豆、种苹果。刚开始那2年效果很好，收成也有。然后尝到了甜头之后呢，大家就整个山头都给砍光光，都种上玉米，种上土豆。当种上2、3年之后，那个肥土层的肥没有了，然后收成也不行了，大家就去把那个树桩子、树兜挖回来，家里面当柴火烧。因为陕北冬天很冷，大雪封山，在家里面烤火，然后大家就去挖那个树桩子来家里面烧火烤。烤完了之后呢，山上啥也没有了，光秃秃的，只有沙子。一下雨，大雨一冲，把那肥土层全部冲跑，就剩下裸露的那种底下的那种泥，那种泥里面没有草种子，也没有肥，所以后面种东西也收成不行。
长草也长不起，那就更何况说树木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在陕北很多地方都是禁止放牧，只允许你喂养，不允许你到山上去放。因为山上黄土高坡上面会长一些草植被，但是在植被生长不是很旺盛的季节，就没有什么植被。几百头羊一上山，把那草啊，把那植被啊连根拔起，啃得光光的，干干净净，那又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一下雨啊，就泥石流啊，土崩瓦解；一出太阳呢，就黄沙漫天啊，黄土高坡，一寸草不生，那就是这样子，生态就是这样子，恶性循环啊。这胡杨林屹立在沙漠中啊，具有屹立千年而不倒，倒了3000年不朽。我从春天走来，你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在胡杨树能够在沙漠中存活啊，简直是个神话。在这种地方，土壤十分干燥，雨水欠缺，沙土就不保水。这边白天气温啊也高达40来度，而且这边的昼长夜短，就是白天长，晚上短。白天10几个小时要忍受太阳的炙烤，都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啊，十分的不易。胡杨林能够在这种生态下生存啊，也给当地的生态带来一丝生机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虽然来的不是时候哈，这个季节胡杨树没有什么看头，不漂亮。但是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胡杨树，那又有什么看的呢？全是沙子、沙漠。好在还有几棵树，绿树成荫嘛，就保护了这个水土，保护生态。其实这个胡杨树的叶子跟白杨树有几分相似，只不过它有2种叶子，有一种长条的，有一种宽的。据说这种长条的能够减少水分的流失。说到这里啊，这个胡杨树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，都能够长成这么大的规模，长得这么健硕啊，这么高大，那我又有所畏惧呢？有何畏惧呢？虽然新疆、西藏天气不好，但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此行的西北环边境之旅，今天就告一段落。我就一路向南，沿甘肃南下。今天先去酒泉，然后去青海湖，跨过祁连山脉，去青海湖，去茶卡盐湖还愿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，再见。